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。之前日本的知名便利商店 Lawson 来台湾申请注册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虽然后来官方回应目前没有来台湾的计划，不过他被 KDDI 收购 50% 的股权，又在2024年7月下市，引起了不少市场话题。因此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来聊聊 Lawson 成长遇瓶颈，结合科技拼转机。到2024年8月为止， Lawson 在海外开设分店的国家只有中国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以及美国的夏威夷，总共7473家分店，这里头光是中国就占了6432家。 Lawson 公关部指出，目前没有具体的开店计划，但已经在当地注册商标的亚洲国家多达数十国。这个动作除了是为未来可能进军先做准备以外，也可以当作是防止第三方抢注商标，避免品牌被用于从事不相关的业务。不过 Lawson 可能在台湾开店的猜测，除了来自消费者的期待，也是因为 Lawson 以及日本便利商店业界的现况而产生的联想。因为日本3大便利商店在日本的国内市场正面临成长的极限。根据日本连锁加盟协会的数据，到2024年10月底，全日本的便利商店总共有55695家，比高峰期的2022年1月少了261家。3大企业就占了总数的 95%， 门市数量由多到少依序为 7-Eleven、 全家和 Lawson。 但是受到都市地区过度扩张、人手不足以及店租上涨的影响，便利商店用新增门市推动成长的策略已经遇到瓶颈。那么大家难免会好奇，下一个成长的领域在哪里呢？选项有2个，第一个是扩大海外版图，最积极走这条路的就是 7-Eleven， 它计划在2030年以前新增大约15000家门市，达到全球10万家门市的目标。第二个选项是强化现有门市的服务，提升单店收益。而在扩充服务的策略方面，目前最受业界关注的正是 Lawson， 因为 Lawson 获得了一个 7-Eleven 和全家都欠缺的强大后盾，那就是重量级电信业者 KDDI。KDDI 目前是日本第2大的电信公司，并且在2024年4月以大约5000亿日元实施公开收购，取得 Lawson 50% 的股权。另外 50% 则由原本的大股东三菱商事持有。从7月起， Lawson 也在日本股市下市，成为非上市公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Lawson 其实是第一个纳入电信业者旗下的零售连锁品牌。 Lawson 下市后，日本3大便利商店就全部都从股市中消失。这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，那就是传统便利商店的业务缺乏成长动力，难以获得投资人青睐。其实 Lawson 的大股东三菱商事自己也认为 Lawson 在经营面能提供的协助有限。怎么说呢？在继续说明之前，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才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的内容。同时也很多观众留言赞助，或是帮影片按赞与分享，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。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，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，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三菱商事在2017年将 Lawson 子公司化，经过大约7年的时间，还是无法大幅改善 Lawson 的投资效率。从股东的角度来看， Lawson 成为拖累三菱商事整体企业价值的事业，因此三菱商事才会向 KDDI 提议参与 Lawson 的经营，促成了1年后的公开收购。那么为什么 KDDI 决定要投资 Lawson 呢？对于 Lawson 而言， 7-Eleven 是永远的竞争对手，但对 KDDI 来说，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 NTT Docomo 才是难缠的对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 KDDI 如果拥有 Lawson 这家连锁流通企业，或许就能和 Docomo 做出差异化。正如同便利商店在日本国内趋近饱和，通讯业的新用户成长其实也达到极限，因此 KDDI 势必要扩大通讯以外的业务，而这也正是 KDDI 接受三菱商事建议的主要原因。 KDDI 的手机用户达到3100万人，目标是引导这些用户到 Lawson 全国14600家门市消费，另外也希望能够透过 Lawson 的顾客使用 KDDI 的数位服务，进一步拓展通讯以外的业务领域，这就是 KDDI 与 Lawson 的共同目标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实现目标呢？
明年春季将在东京港区 KDDI 总部亮相的次世代门市 Realtek Lawson 有机会成为试金石。这间门市将提供许多先进技术服务，像是消费者用智慧型手机向该门市订购商品，系统辨识位置资讯后，就会由机器人来自动送货。顾客在店内拿起商品时 ，AI 还会透过电子看板推荐相关商品。另外，机器人也会在店内厨房根据顾客的喜好，现场制作便当等热腾腾的餐点。这种宛如科幻电影场景的未来门市，之后计划慢慢扩展到全国各地。除了新型门市之外 ，KDDI 还推出了到 Lawson 就能免费为手机用户增加流量的服务，以及将炸鸡菌与通讯流量结合的套餐销售计划，目的都是要提供 KDDI 用户专属优惠，并提升 Lawson 的客流量。总结来说，便利商店比拼展店数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科技与服务创新逐渐成为业绩的关键。拥有数位技术优势的 KDDI 加入后 ，Lawson 将如何改变，已经成为日本业界高度关注的焦点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便利商店的成长领域在哪里呢？ A. 扩大海外市场，继续拼展店家数。 B. 扩充服务，提升单店收益。 C. 结合数位科技做出差异化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鹰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